这视察园子是吧？你这视察园子是吗？对呀，我身为园长，我肯定要看看园子的安全问题，保证同志在场所安全，是吧？这块现在特别冷，这都冻冰了。这个，哦，这个是宣传册、工作证是吧？对。然后还有就是告诉外出打工的人怎么预防艾滋，然后还有一些安全套。对，这是免费发放的，安全套、润滑油、这都是免费提供的。哇，这么多！那你说还有就是，我看好像以前就公园对面有麦当劳，老有一些落魄的同志会住在那个麦当劳里边。对，因为他没处住嘛，没有工作，都在麦当劳住，冬暖夏凉的多好。那就没有租房是吗？也没有。没有啊，他没有能力啊，没有经济来源，不上班啊，所以就在麦当劳住吃。就常年的在那个对，麦当劳里边有很多吃剩下他们捡着吃，然后在那儿住。还有的好像是不是吃那个麦当劳的食品，好像就吃酸辣粉儿。对，有的人好多好心人给他们送吃的，什么都有。然后那个就自从今年春天，麦当劳不是那个不开了吗？封了，关了，对吧？对。那他们都去哪儿了？去建德门麦当劳，或者是那个就那边那个麦当劳，或者是北太平庄那个肯德基，还有去北医3医院的。就是很多人就离不开这个公园，老在这附近。反正是在这附近，方圆2公里之内，不出牡丹园，反正不走太远。基本上河都冻冰了，还有人在这儿待着吗？有，啥时候都有人。这来人了，看看，这俩人肯定是吧？这俩人我还认识。你还认识呢？前边那个，他们这么冷的天还老。前边那个我还跟他玩过呢。啊？湖南。等会儿你还跟他玩过？对，湖南的。长得好看吗？中年是吗？还是年轻？不是中年，27、8，还行。就这2个人是吗？后边那个是湖南的，离我们家便利贴家挺近的。就是同志人群都在这儿聚集，然后这种同志的生活在没有任何的杂质的人群，全是同志，都在一起特别融洽，这个氛围特别的好。所以人来之后都不愿意走，都整天的在这儿待着，就在这公园里边混啊。还有好像好多就是公园里边化女装的是吗？就是我说，就是燕燕和武当就是化女装的 CD 人群是吧？就是跨性别人群、变装人群是吧？他们没有变性，他们只是化女装。化女装做什么呀？就是为什么要化？有的在长虹桥站街卖烟。长虹桥就是北京的一个，就是比较三里屯附近嘛。对，左家庄那边，还有一些，其实现在很容易站街，人家很多都不去长虹桥，因为长虹桥太危险。北京不是现在查的挺严，还有站街的是吗？人有的不站街，就是化完女装之后就在大马路溜达，就有好多直男勾引。因为你一个女生穿的特别妖艳暴露，然后在大街上溜达，不用去站街，都有人自动去勾，真的是吧？我好像听说还有什么出租车司机，他们也会找那个出租车司机。出租车司机看着半夜3更穿的特别妖艳的，暴露啊，他自己就会停车。其实这就是人性的一种，就是人性使然吧。对，他不用去指定的地方去站街，都可以。正常的女生是没有穿那么露骨的，然后化那么妖艳，而且还是在半夜3更的时候，肯定让人觉得就是不是很正经的女生，就比较容易上手，知道吧？再加上他们可能是不是会主动一点，肯定去勾引？我听他们说的经验，一般
碰见自己喜欢的那种直男，也会主动的，就是勾引，是吧？假如说，说帅哥几点了，问问时间，然后他下一句肯定会问你，这么晚，姐姐或者妹妹，你怎么还在家大街上溜达呀？你看这话他不就套上了？然后就说，怎么了？她老公不在家呀，比较孤单寂寞呀，自然的就，挂上了。哦，哎，那你说挂上了，他会不会发现他们就是男的呀？就是化的那种女装是伪娘，会不会有这种想法？这直男也会有发现的，发现的也不会说，殴打呀或者伤害，一般就大不了就不给钱了。餐来了哈，就从这儿送过来，递过来。他说是什么撒的？那会儿汤撒的？说不知道，还是全都撒的？反正我也没听，看也是他。就是比较热乎。这东西不能勉强。哇，这是红烧肉的，这是你的。这是你的。那你的不是红烧肉啊？我的不是。你的是啥？看一下啊，我的是什么？茄子，烧茄子，哇塞！好了，要开餐了啊！哎，你以前找的那些朋友，你都给讲讲，都是什么人啊？叫什么名儿？我最近的一个朋友是直男，然后山西的，然后我们在那个北影认识。他不介意你是这种身份，同志？不介意，因为他就是那个MB，他是 MB，在山上站街，然后我们在那个牡丹园是吗？公园，同志公园认识的，他就是收费的，在山上站街。对 ，MB 就是什么意思？是 Money Boy， 就是卖淫的那个意思，是吧 ？Money Boy， 对对对。确实有好多 MB， 因为我跟我朋友认识，他就是 MB， 然后当时我也有付费，然后后来就是觉得我这人挺好，然后他其实也不想过那种太奔波的日子，后来我俩就做固定的，在一起2年了。2年了是吧？现在中间分开过半年，他跟一个小姐在一起过。现在他也没有工作是吗？没有，一直跟我就一直你养着他。对。然后在之前呢，就是也是山西的。我好像跟山西也有缘。那个是在软件上认识的。什么软件啊？不勾地软件。就是咱们同志的这个软件。对。然后就见面就一见钟情，挺喜欢的，然后就在我那儿住。我俩在一起那个是时间不长，1个多月，然后所以就认识这个山西的嘛。然后我俩就分开了。因为我有一点直男控嘛，所以说还是比较喜欢直男多。你说说以前你找的那些同志朋友都有同志朋友在之前就是便利贴。他那时候是研究生，在北京上学，我们认识的，也是在这个公园认识的。还有谁呀？太原公园。然后还有在之前就是白素贞，比较名媛。这都知道。对，大家都可以看那个视频，那个看这图片，可以看那个公众号，那个牡丹园公众号有一篇文章专门给白素贞写的。然后还有谁的？白素贞的87个男人们。那是名媛。你这又是干嘛呢？做宣传啊，做宣传就是问问各个什么在微信啊、群里边、QQ 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同志软件上做宣传，免费检测的。是吧？环顾一下这车，这就是一个依维柯那种几座的、9座的那种车是吧？然后外边就是冰天雪地的，我觉得今天特别冷。你看这边就快活林嘛，就是很多老头以前老在这块快活。这小树林儿。MB 就不能提牡丹园，牡丹园你要说完之后，就是3个词，一个是艾滋病，
一个是抢劫，要不就是骗子。就客人印象当中，对，就是这牡丹园就是这个3个 C， 只要一提牡丹园人得这活就不成了。有多少 MB 啊？就是来牡丹园的这些年轻人里边占比有多少卖淫的这个？嗨，多少 MB 那不随时都可以做吗？不喜欢就说是 MB 呗。就是我找一个人，如果那个人不喜欢就收费呗。对，他是一个我不喜欢的菜。喜欢的就算是专业 MB 他也不要钱，这就是国内的这种 MB 行情。他不喜欢的年龄大的，就是 MB， 反正你要一般的人可能就不接受了，就拒绝了。一般的接受接受你就给钱呗，反正待着也没事儿。赚点是点呗。对。你要是说就算是专业 MB， 让自己喜欢，假如是你的菜，那不要钱也白玩。你不是找了一个 MB 吗？对，我找的其实不是专业的 MB， 他只是说，北影的嘛。他直男，北影的直男，好多人知道，就是牡丹园有这种同志人群，然后呢，觉得自己年龄小。然后就可以赚一些生活费，然后就会来那个牡丹园。有好多就是北影，就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那边做的群众演员是吧？然后他们也会来这个同志公园里边，虽然说他们不是 gay， 但是他也会来里边去赚钱，等于是，有好多是直男人群也知道这牡丹园这儿。然后也会来赚钱。你知道台北新公园吗？就是台湾有一个也类似于跟牡丹园一样的一个地方。有人跟我提到过。没听说过。但是好像近几年来，台湾那个新公园已经没有什么年轻人了。但我们这个牡丹园好像跟他们那边的区别还是挺大的，是吧？我没听说过那公园。那公园就有买 MB 啊。那我不知道，但是说他们那边就全是老头了，现在好像就没有年轻人了。但是我们牡丹园现在好像听你描述，年轻人还挺多的。年轻人还是挺多的，尤其到晚上的时候。然后在西边的那个山上人比较多。到5月份的时候去泰国，然后赶上那个泼水节。特别的热闹，而且泰国是特别适合咱们同志人群去，因为有那种泰国专门同志服务的男孩街，然后特别适合咱同志去，而且泰国的话，它是卖淫嫖娼，它是不犯法的。我还没出过国，我也没有出过国，对，但我特别期待去泰国，我就想去泰国，因为泰国就特别咱同志的天下，特别适合咱同志去。整个东南亚的帅哥都集聚在泰国。不知道国外有没有这种公益组织，然后给同志免费检测 HIV 的这种机构？如果有知道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，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沟通交流一下，是吧？了解一下国外的这种对 HIV 的这种行情、检测呀，或者是那种服药啊，或者这种人群有什么互相交流一下，是吧？谢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，这期采访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首先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也非常感谢大家以往的订阅。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呢，请大家在下方评论。你们的每一条评论呢，我都会关注，然后呢，我都尽量的会回复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然后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么希望大家都能过好一个年吧，再见了。